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谭松韵、任嘉伦二大，结果往往出其不意。围绕谭松韵与任嘉伦是否会二搭的话题，最近再次被推上舆论热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消息并没有任何官方来源作为支撑，更像是由网友讨论发酵而成的一种自来水式热度。尽管如此，这类话题之所以能够反复被提起，本质上仍然源于两人在过往合作中留下的深刻观众记忆。时间回到2019年，两人共同主演的《锦衣之下》一经播出便收获了极高的口碑与关注度。剧中冷面锦衣魏路易与机灵女捕快员金夏的人物设定形成鲜明反差，情感表达既克制又富有张力，在细腻互动与情绪递进之间建立起强烈的代入感。这种慢热却上头的情感氛围，让观众在角色关系中获得持续的情绪回馈，也因此造就了所谓的现象级古偶。可以说，这部剧不仅提升了两位演员的知名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观众对于古装言情剧氛围感的期待标准。正因为这段成功的合作经历，观众自然会产生希望再次看到同样组合的心理。这种心理并不难理解，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内容消费惯性。当某种组合被验证为成功后，观众会倾向于期待其复制甚至升级。然而，影视行业的运作逻辑却往往并不遵循这种理想路径。首先，从演员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两人的事业轨迹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谭松韵在出演《以家人之名》之后，成功打开更广泛的受众群体，逐渐从古偶领域拓展至现实题材与情感剧领域，形成了更为稳固的收视保障型女主定位。目前她的工作重心显然集中在新作品《兰香如故》的宣传与后续项目规划上，其选剧方向也更趋成熟与多元。而任嘉伦则在另一条路径上持续深耕，他凭借多部古装与类型剧积累了稳定的观众基础，并在演技与角色塑造上不断强化个人特色。近期热播的《佳偶天成》正处于宣传周期，相关话题的集中爆发也使得与其相关的任何旧搭档讨论都更容易被放大。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出现二搭传闻，很难完全排除其作为话题引流的可能性。其次，更为现实的问题在于行业内部的资源匹配与番位安排。当前两位演员都已经具备独立扛剧的能力，在项目中往往处于核心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实现再次合作，必须满足多个条件：剧本质量足够突出，角色设定具备新鲜感，制作班底具备相应体量，以及最关键的，双方在番位与收益分配上能够达成平衡。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样各方面都刚好契合的项目本身就极为稀缺。此外，两人在题材选择上的分化也进一步降低了合作概率。谭松韵近年来更倾向于具有现实质感或女性成长线的作品，而任嘉伦则在古装权谋、玄幻或类型剧中保持稳定输出。题材方向的差异，使得两人能够同时进入同一项目的机会进一步缩小。再从舆论传播的角度来看，二搭本身就是一个极具话题性的关键词。在缺乏实质信息的情况下，仅凭观众情绪推动，也足以形成阶段性热度。这类现象在当下的娱乐生态中并不少见，通过唤起观众对经典作品的情感记忆，激发讨论，从而间接为正在播出的新剧带来关注度。因此，这一次围绕《佳偶天成》而产生的相关联想，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自然形成的情绪外溢。综合来看，谭松韵与任嘉伦的再次合作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在现阶段来看，其实现的难度确实较高。
与其过度期待一个尚无依据的传闻，不如将锦衣之下视为一次已经完成且难以复制的成功合作。影视行业充满不确定性，如果未来真的存在合适的契机，那么更有可能以突然官宣的形式出现，而不是在长时间的传闻中逐渐成型。对于观众而言，或许更值得期待的是两位演员各自不断拓展的作品边界。无论是谭松韵在多类型角色中的稳定发挥，还是任嘉伦在不同题材中的持续突破，都在不断丰富他们的职业维度。至于二搭这件事，与其执着于是否实现，不如将其保留为一种美好的可能性，既不过度消耗，也不完全否定。